每天1分钟娱乐不够看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场最近整个华语娱乐圈都在热议的话题。一部号称 S+ 级别的大制作，一位当红流量演员张凌赫，一位人气女演员王楚然。本来所有人都期待这会成为今年民国剧的一匹黑马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电视剧刚刚播出，观众讨论最多的竟然不是剧情，不是演员演技，更不是男女主角的 CP 感，而是短短几十秒的开场片头。甚至这段片头直接把整个剧组送上了舆论风口。制作方最后不得不公开道歉，连夜推翻全部 AI 制作内容，重新拍摄真人版本，并第一时间替换上线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AI 不是影视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吗？为什么观众会因为一个片头如此愤怒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一秒过火 AI 片头风波背后到底暴露了什么问题。最近几年，只要提到人工智能，大家都会想到2个字：效率。以前需要几周完成的设计，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；以前需要几十位美术师共同制作的概念图，如今 AI 几分钟就能生成几十个版本。所以越来越多影视公司开始尝试把 AI 加入制作流程，有人负责生成概念图，有人负责设计分镜，甚至有人开始尝试制作海报、宣传片以及片头动画。理论上这似乎没有问题，因为 AI 只是工具。真正的问题是很多制作团队开始把工具当成最终作品。这一秒过火就是这次争议最典型的案例。作为平台重点打造的 S+ 项目，这部剧从演员阵容到宣传资源都属于最高规格。张凌赫近年来不断尝试突破不同类型角色，王楚然也拥有极高的话题度。两人的合作本来就吸引了大量观众预约，很多人首播当天第一时间打开视频平台。可是刚刚开始播放，不少观众便愣住了。这个片头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背景光影非常不自然，建筑细节不断变化，人物比例偶尔失衡，镜头之间衔接十分生硬，整体画面像极了 AI 生成的视频。更夸张的是，不少网友形容这种质感甚至不像电视剧，更像某些廉价网络游戏宣传片，又或者 PPT 自动播放动画。一时间，评论区迅速沦陷。有人表示自己第一眼就出戏，有人质疑如此高预算的大制作，为什么连片头都舍不得认真制作？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观众的不尊重，因为大家付出的不仅仅是会员费用，更是时间与期待。随着讨论不断扩大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分析片头中的各种 AI 痕迹，有人逐帧截图，有人放大细节，有人甚至列出10几个明显穿帮的位置。话题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，最终制作方发布公开致歉声明。他们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修改方案，制作团队通宵完成新的真人拍摄片头。随后平台也迅速更新了新的版本，从发现问题到公开道歉再到替换内容，整个处理速度相当快。很多网友也承认剧组至少展现出了愿意改正的态度。不过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，因为大家真正讨论的已经不是这一部电视剧，而是整个影视行业到底应该如何使用 AI。 事实上，这一秒过火并不是第一个因为 AI 而翻车的影视作品，国外其实早已经发生过类似事件。当年漫威推出秘密入侵的时候，官方公开承认片头部分使用了 AI 制作。导演解释，这种扭曲、诡异、不真实的视觉风格正符合剧中斯克鲁人的设定。理论上，这个解释似乎说得通，可是观众并不买账。大量设计师、美术工作者以及普通观众纷纷表示反对。他们认为，大公司拥有如此雄厚的预算，却选择用 AI 代替艺术家，这不仅影响行业就业，也会削弱原创价值。类似事件后来再次发生。独立恐怖电影《Late Night with the Devil》上映前，也因为几张 AI 生成的过场图片引发巨大争议。实际上，那只是电影中的少量静态画面，但观众依然认为，只要开始接受这种做法，以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工内容被机器取代。为什么大家会如此敏感？其实原因并不复杂。第一，是观众越来越容易识别 AI。几年前，也许很多 AI 图片还能骗过普通人，
但是今天大家每天都会接触大量 AI 内容，人物眼神是否真实，光线是否自然，动作是否流畅，很多观众已经拥有基本辨别能力。尤其是在影视作品这种强调沉浸感的环境中，任何一点不自然都可能瞬间让观众出戏。第二是期待值的问题，如果是一部低成本网络短片，观众或许能够理解，但 S 加项目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平台最重要的资源，意味着巨额投资，意味着顶级团队，意味着最高制作标准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观众自然希望看到真正高品质的作品。如果连片头都交给 AI 完成，那么观众难免会产生一种心理：预算到底花在哪里？第三，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，版权与原创。直到今天，全世界对于 AI 训练素材的版权问题仍然存在大量讨论。很多艺术家认为 AI 学习了无数原创作品，却没有经过作者授权。因此，当影视公司利用 AI 替代真人创作时，也容易引发伦理层面的质疑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 AI。事实上，现在很多影视团队已经在合理使用 AI， 比如前期概念设计，比如故事版绘制，比如场景预览，甚至后期修复一些技术细节。这些工作 AI 确实能够提高效率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边界。什么地方可以交给 AI？ 什么地方必须由真人完成？目前看来，观众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那些直接面对观众的重要内容，比如海报、角色宣传照、片头、关键视觉设计，大家依然希望看到真正由创作者完成的作品。因为电影和电视剧本质上并不仅仅是工业产品，它还是艺术作品。艺术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效率，而是情感。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软件，而是创作者投入其中的时间、经验和温度。这一次，这一秒过火能够迅速修改，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情：今天的观众比过去拥有更大的话语权。社交媒体时代，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，任何偷工减料都可能成为全网讨论的话题。对于演员来说，这当然有一点无奈。因为张凌赫和王楚然并不是 AI 片头的决定者，演员完成自己的拍摄工作之后，后期制作往往由制作团队负责。但是，一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却会影响所有参与者，所以一场关于片头的争议，最终也不可避免影响到演员本人的讨论热度。不过，从目前观众反馈来看，大部分网友依然保持理性。不少人认为，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制作决策，而不是演员。毕竟，观众期待看到的依然是剧情质量、人物塑造以及演员真正的表演。未来 AI 一定会越来越深入影视行业，这一点几乎无法改变。真正决定观众是否接受的，并不是有没有使用 AI， 而是有没有尊重创作，有没有尊重观众，有没有把 AI 作为辅助而不是偷懒的借口。当技术服务艺术 ，AI 就是优秀工具；当艺术开始迁就技术，它就可能变成作品最大的短板。这一秒过火的这次风波，也许不会成为最后一次。未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讨论，但至少这一次观众已经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整个行业：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认真创作，再强大的算法也无法替代真正的人类情感。一部优秀的电视剧，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冰冷的程序，而是每一位创作者共同完成的心血。那么，大家怎么看这次这一秒过火 AI 片头事件？如果未来越来越多影视剧开始使用 AI 制作片头，你能够接受吗？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我们每天都会带来最新、最热门的华语娱乐资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